我是魏前外放为官时纳的妾，18岁那年，为了不被亲爹卖掉，我主动爬了他的床。我以为自己只配当个玩意，可他独宠了我整整8年。这8年，后院只有我甚至有了1双儿女。直到今日，他高升回京，我跟着他回家。姨娘，这宅子好似一张口就能吃了人。慢点儿，小心。来，小心脚下。这8年近似夫妻的梦，该醒了。好，好，好！3年考绩连优，高升回京，没丢我魏家的脸。儿子不孝，让父亲母亲挂念。起来吧。这是月姐儿吧？快让祖母抱抱。娘还在后面。不用管她，祖母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你就是许氏吧？这些年跟着官人奔波辛苦了，既回家了，就享些清闲，住在翠柳院吧。陶红，你带许姨娘进去。是。许姨娘，跟着奴婢走吧，莫要乱看，仔细了规矩。我其实从不怨恨，嫁给魏前时，我就知道自己是个妾，这本就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。还想跑？能被老爷送给顶头上士做田房，那是你天大的福气！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不嫁！由不得你！你今天就是死，也得拿你的身子去给你弟弟把前程铺出来。我娘一走，继母一进门，我就彻底成了给弟弟铺路的石子。哎呦，贵客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，快快里面请。快去上好茶，把后院的人都叫去前院伺候贵客。能让我爹如此卑躬屈膝、仰望巴结的人，他手里一定有比我爹大多的权势。魏前是我自己给自己选的出路。阿娘一定在天上骂我不要脸。自己爬的床，我还没动，你倒先哭上了。我在京城有妻室，你若还肯，天亮我带你走。我恨毒了他们，只要不让他们如愿，我什么都肯。大人，下官来给您请。你这个，我要纳你女儿为妾。是，下官遵命。换好衣服，我让车夫在外面等你。下官恭送大人。我终于逃出来了，可很快我就知道，我惹上的是什么样的门第。姨娘，京城夫人送来的那个陪嫁丫鬟，主君连看都没看，直接让人套车打发回去了。那几个月，后宅只有我一个女人，可她是前途远大、必定高升的官，怎么可能一直如此？这可
是知府大人特意挑的。连我那微末官职的爹都有2房妾室，他身边怎么会缺人？我在等后院多出一个，甚至几个姐妹来。我想我伺候不了他了，总该有新闻了吧？天兰，不会再有别人了，你别活得这么小心翼翼。就算有，我也不怪他，连他夫人都不怪他，我一个妾没那个立场。他说没有，这8年就当真一个都没有。阵地换了2个，孩子生了2个，后院还是只有我。日子过得久了，有时我都恍惚，你脸上都沾上墨了。其实我们就是夫妻，可梦总有醒的那一天。外放多年，吏部的调令下来了，我升迁了，我们要回京了。总算能回京城见爹娘了。可不是，京城的魏府那才是真正的富贵窝。回京城啦，回大宅子啦！慢点跑，爹爹说京城有好多好玩的。他们根本不懂庶出子女入京意味着什么。我夫人是个很得体的大家闺秀，只要你敬她，她不会为难你。妾身明白，这8年的偏爱，在这一刻退居其次。他向我昭示了魏家的最高体面，主母的尊严绝不可犯。这些年，每逢重要的日子，他也会回京。每次回，我或者孩子总是凑巧生病，我没故意，老天爷却这样安排了。主君，下次夫人是不是该一起过来了？燕刚身体不好，京城的大夫比这里好，他过不来。娘，大哥送的这个9连环，我马上就能解开了。燕哥儿，那是夫人生的，是魏家名正言顺的长子嫡孙，在这个名字面前，我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。我解开了。他是个很贴心的孩子，他知道外地还有一双庶出的弟弟妹妹，每逢年节都会专门寄些京城时兴的玩具过来。娘，我们回京城是不是就能见到大哥了？大哥会不会带月儿玩？看着一双儿女对那位嫡兄毫无防备的亲近，我心底的无力感被放到了最大。这些事都在表明，我要面对的主母并不苛刻，她不仅不苛刻，甚至教养极好，周到得体。可越是面对这种完美无缺的得体，我越是控制不住的惶恐。如果他是个跋扈的恶人，我尚能拼死应对；可面对一堵规矩森严、滴水不漏的高墙，我连自保的方向都找不到。钟鸣鼎食，锦绣人家，原来是这样恢宏的棋盘。夫人说了，你有用惯的丫鬟，就不给您拨新人手了。翠柳院就挨着夫人的院子，每日辰时末，您来给夫人请安。是。至于老夫人那里，她喜静，不叫您，您不用去，夫人带着少爷小姐们去就可以了。这是剥夺了我作为母亲去长辈面前露脸的所有资格。今日大爷刚归家，家宴是免不了的，2个少爷小姐也要带着认人，大概是不送回您这儿。大厨房会送饭来，您用了就先休息吧。早就想到的，起码1个月我不太能见到魏倩。原来竟连2个孩子也可能不再是我的孩子。主君怎么这样？您替他生了2个孩子，平时看着千宠万宠的，才回家第1日，竟连饭桌都不让您上了。他和我一样有个糟糕的爹，字都不识几个，自然更不知道，妾是绝不能上台面的。许姨娘在吗？我们姨娘怕您冷清，来看看您。姨娘？这府里除了我，哪里来的别的姨娘？
这就是许妹妹吧？我姓秦，也是大爷的姨娘。今日来串个门，好叫妹妹认认我的脸。见夫人时都没有往下沉的心，在这一刻陡然坠入深渊。天兰，不会再有别人了。魏浅抚着我的肚子说不会再有别人了的温度仿佛还在，可他从未告诉我，这后宅里竟还有另一个姨娘。是我唐突了，妹妹刚回来，可能还不知道有我这号人，也就是来打个招呼，就不打扰妹妹收拾了。那笑太苦涩了，我有心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可我实在不知道这位秦碧珠究竟是谁。主子，这府里怎么会平白无故多出个姨娘？主君他难道一直在骗你？巨大的位置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，这魏府的水底究竟还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？快去唤唐嬷嬷来！他是谁？是我忘了跟姨娘说，这位秦碧珠的确也是大爷房里的。大爷房里怎么会有别人？大爷明明说，她是大爷18岁时老夫人赏下来的，后来夫人进府就抬她做了姨娘。18岁，大户人家知人事的年纪，那是比我遇见魏前还要早得多的岁月。姨娘莫慌，只是大爷并不重色，几乎不进她房里。她常年在自己院子里念佛，我竟一时把她忘了。想必大爷也忘了，才没跟您交代。忘了，一个跟过他的大活人，居然能被彻底遗忘。他明明不得宠，可身上的穿着和旁边丫鬟的脸色却看着都不错。他被当成一盆景，在这后宅里体面的供养着。又一件事向我证明，夫人是个善人，可这份毫无破绽的善，却让我觉得骨头发寒。朝歌儿和月姐儿不在，这一夜的院子静得吓人。我翻来覆去，满脑子都是那被遗忘的秦碧珠。趁着上之前这一点空闲，我来跟你说几句。我许久不归家，这1个月一定是宿在夫人院子里，不然会伤她面子。至于2个孩子，母亲带过去了，跟祖母多亲近，对他们不是坏事。面子、大局、规矩，在这个森严的府邸里，我这个妾室的情分，终究要给这些东西让路。天兰，你别害怕，府里虽不如江南自在，敢安定下来，你只管在院子里过你的小日子，其他都有我。他来得匆忙，走得必定也匆忙，更不敢叫人看见。可就这几句话，我悬了一夜的心，竟真的落回了肚子里。因为魏前对我从来都说话算话。我就坐在这里，本以为要在这冷清的院子里枯坐满1个月，我也做好了等下去的准备。娘，吃点心，祖母给的，好吃。月儿，你慢点，娘又不会跑。你胡说，娘昨晚就跑了，都不哄我睡觉。这深宅大院里，长辈的喜爱对女孩子何其重要，哪怕她委屈，哪怕我心酸，我也必须把规矩提前刻进她的骨子里。月儿乖，就算娘不在，你也不能闹。祖母是疼月儿，才把月儿留下的。娘放心，祖母院子里的嬷嬷很会哄小孩，妹妹哭了一会儿就被哄睡了。娘肯定想我们了，以后祖母午睡的时间，我都带妹妹回来。爹说了，最多1个月，我们就能回院子里了。魏府那张吃人的大口带来的窒息感，终于在这一刻被短暂驱散了。许姨娘在吗？陶嬷嬷说过，她只是个被遗忘的通房，常年像影子一样窝在院子里念佛。这回再见，我倒从容了许多。这是你们秦姨娘，快来叫人。秦姨娘好，祖母、母亲、姨娘，月儿又多认识了好多人。二小姐折煞我了，我哪能排在那里？您肯叫我一声，就是给我天大的脸了。这样一个连3岁庶女的称呼都诚惶诚恐，自轻自贱到这般地步的人，能有什么危险？秦姐姐，快别这么说。虽然不敢称长辈，但到底是初次见。我给少爷小姐绣了2个皮鞋的小玩意儿，
还望妹妹千万别嫌弃。这头1个月院子冷清的紧，多谢秦姐姐时不时过来跟我讲讲府里的事儿。是我该谢妹妹，这大宅院里我没孩子，大爷夫人忙，若不是你来了，我就只能枯坐着。来你院子里，起码还能逗逗二小姐。枯坐这2个字重重砸在我的心口。这大宅院里被彻底遗忘的女人的处境，莫过于此。既然姐姐不嫌弃，以后便天天来。后来2个孩子送回来了，为前1个月里也有半个月宿在我这儿。可秦碧珠的存在，却像个算准了时辰的影子。她总是给夫人请完安过来，待到玉儿午睡便准时离开。她完美避开了上职的魏钱，避开了去学堂的朝歌，她就只是坐在那里陪玉儿玩。在这规矩森严的魏府里，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最稳妥的生存节奏。安详的日子过了几个月，却还是起风。姨娘，出事了！外面全都在传。慌什么？传什么？传您是不孝的毒妇，说您利用大爷逼死了亲爹徐老爷。徐松，这道最血淋淋的旧疤，竟被人这样当众耻开。不仅是府里，那起子烂话都传到朝堂上了。今天一早，有御史直接参了大爷一本，说大爷为了您滥用职权，罗编罪名陷害岳丈。姑娘，许嵩贪污受贿、草菅人命，死的罪有应得。按规矩，魏钱算不得他许家的女婿，他们骂不了魏钱铁石心肠，便把刀子全对准了我。听说了没？亲爹行刑那天，他竟然在院子里高兴的大醉一场，全无为人子女的伤心。这心肠歹毒的呀！听说就是他撺掇大爷冤枉了徐老爷。魏家已经因为这场风乱成了一锅粥。若魏钱的前程真被我这桩不见光的家丑毁了，等着我的会是什么下场？姨娘，大喜，大爷没事了。前院的人说事情都解决了。怎么回事？快说！许嵩那贪污受贿、草菅人命的铁证，大爷早就背在册子上了。今日早朝，与咱们魏家相好的几位大人联手出面，在朝堂上替他说话。大人们还当众念了大爷写好的文章，字字句句都是为民请命，铁面无私。那些参大爷滥用职权的折子，全被洗成了大义灭亲。这一劫，大爷平安度过了。只要魏钱没事，只要他前程保住了，我就还有活路。姨娘，快换衣服，夫人院里来人了。怎么了？他们说老夫人要亲自问您的话，让您立刻过去。许姨娘，老夫人有请。魏钱的劫过了，可我的劫才刚刚开始。跪下！你知道错在何处了吗？这天下的道理就是这般可笑。那个人是我爹，哪怕他曾经要把我卖了，按规矩我也得尽孝。我问你话，如果那场大罪也有错，那我被逼着去爬床换命的屈辱，又该找谁算？好个不知尊卑的骨头，竟敢在老夫人面前摆起主子谱来了！不识抬举的东西！大爷前脚刚保住前程，你后脚就敢忤逆不孝，还不快磕头认错？好，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便替你说。你不说，我却替你说了。你让主君搅进纷争，损害他的官声，视为不贤。不嫌这顶大帽子砸下来，足以抹杀我这8年里所有的安分守己。就是一个外放带回来的妾，竟敢给大爷招来御史的弹劾，简直是个丧门星。钱儿对你爹不虚孝，可你却是虚的。生父过世，你不思守孝，却饮酒放纵，视为不孝。那场让我庆幸摆脱噩梦的饮酒，在这吃人的礼法面前，竟成了将我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大逆不道。老夫人说的对，这般忤逆不孝的东西，连亲爹死了都能笑得出声。咱们魏家可是讲规矩的人家，岂能容下这种人？如此不贤不孝，你可知等着你的是什么下场？我怕被直接驱逐出府。若被扫地出门，我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我的月儿和朝歌，再也见不到魏钱了。老夫人，可这转瞬即逝的怜悯，并没能改变什么。那冰冷刺骨的话语，
终究还是出口了。许氏，我念你这些年照顾钱儿有功，不逐你出府。算你命大，一个犯官之女，还不赶紧磕头谢老夫人开恩？但你品性实在不堪，2个孩子不能再由你照顾。今日起，你在院里闭门思过，没我的话不准随意走动。昭哥7岁了，也该移去前院。至于月姐儿，就送去大太太房里。大少爷和2小姐能送去大太太房里，那是他们修来的造化。你一个带罪的妾，难不成还想把他们养废了？这比将我赶出府更让我痛不欲生。他们剥夺了我身为母亲的资格，他们把我像个物件一样强行困在这大宅里，却要把我在这世上仅存的血脉相连分割得干干净净。老夫人，月儿才3岁，她离不开我。松手！你要真为他们好，从此只当他们是大太太生的，连1步也不要靠近。放开我！我要陪着姨娘。老夫人有令，许氏闭门思过，你们这些旧人统统调走。春雨，唐嬷嬷。这结果对别的妾室或许是好事，巴不得子女养在正妻膝下谋前程，但我只想守着他们。可如今由不得我等了。不过一个妾室，老子还是个犯官，也敢霸着大爷1半的时间，他还真当大夫？您这意思，事情是大夫人捅破的？狐狸一开始连他爹是犯官都不知道，更何况是亲爹死了不哭反喝酒这种琐事。是你们收买了当时伺候他的人才打进去。大爷院里就3个人，秦碧珠一年到头窝着，若不是大夫人偶尔念着，府里连财新一都能忘了有这号人。哼，他把屋里这个打趴下有什么用？大爷也不会去他院里。女人嘛，争的不都是男人这点东西？我以前说过大夫人是很好的人，这些全是无凭无据的闲言碎语。可我的月儿现在就在大夫人的院子里，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，大夫人若真要下手，月儿连躲的地方都没有，便足以让我发疯。我得见魏谦，月儿绝对不能留在一个要害我的人手里。2位嬷嬷，求2位行个方。哟，许姨娘这出手倒是大方，怎么着，想通了？劳烦嬷嬷去前院传个话，求主君来见我一面，哪怕只隔着门说一句话也行。大爷可正为您的事儿烦心呢，这腿跑不跑得通，咱们可不敢打包票。求你们，就是我只问一句话，绝不耽误主君的事。行了行了，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儿，你就在这等着吧。魏谦一定会来的，他答应过我，其他事都有他，他一定会护住月儿的。主君，魏谦，是你来了，对不对？主君，你终于来！大夫人，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老奴只是……远远退下，任何人不许靠近半步。他亲自来了，他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。外面的传言是真的，他要对我下手了吗？我的月儿到底怎么样了？夫人，你要把我怎么样都可以，月儿在哪里？你把月儿怎么样了？夫人，你要把我怎么样都可以，月儿在哪儿？你把月儿怎么样了？官人还不能来见你。主君答应过我的，他说过其他事都有他。他看着我在门外求人传信，他全都知道。魏谦不会来了。他掌短家事，教养子女，主君任由他教导长子，他根本不需要用后宅手段对付我。他只身来到这间屋子，不是来看我笑话的，我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。夫人可曾怪过我？
我是魏家的主母，官人没有为你不敬过我。至于他的情爱归于何处，我不在乎。他没有撒谎，若他真在乎，绝做不到这般毫无破绽。只要他不爱魏谦，他就没有针对我的理由。我的月儿是安全的。有胆气向生父报仇，我想你是个聪明人。你该明白，官人为什么不来见你。我自然知道，他可以宠一个妾，可绝不能为了一个妾损害家族的利益。他若此时来护着我，就是告诉家族他以后还会为我做荒唐事，那才是真的送我去死。我也是做母亲的，知晓你冲动行事是担心孩子。我向你保证，会还你一对康健的子女。他根本不需要用后宅的阴私去争夺什么，他是在用这府里最冰冷的规则稳住整个江青的局面。夫人，许氏，忍着吧。只有忍住了不见，来日你才有再见他们的可能。从前我不了解大夫人，往后我会试着信她。为了能再见到孩子们，哪怕要把骨血熬干，我也必须在这深院里死死地忍下去。妹妹，大小姐每日这个时辰都会带二小姐来花园玩耍。姐姐，花花，你快去，我帮你看着。大小姐名唤慧姐儿，有大夫人教着，是个安静懂事的姑娘，人好，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许氏，忍着吧。妹妹，都几个月没见二小姐了，你不想她吗？不想，只要我的月儿好，我就不想。大夫人院里来消息了，照顾月姐儿的嬷嬷疏忽了。月姐儿被滚烫的热水直接烫伤了手臂，尽管有衣服隔着，可那一整片的皮肉还是全烫透红了呀。月儿烫伤了，我恨不得立刻飞进大夫人院里去看她。可在这规矩如铁的深宅里，我连独自探望亲生女儿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像个没有生气的影子一样跟在她身后。月姐儿烫伤是我的疏忽，还请母亲责罚。只是母亲也知道燕歌儿身体不好，我先顾着她，对月姐儿难免不周全。燕歌是魏家最贵重的嫡长孙，你多顾着他是天经地义的规矩。我看许氏最近还算安分，她毕竟是孩子的生母，我小孩子还是记在我名下，放在我院子里，只是白日里让她去院子里搭把手照顾。您觉得如何？这就是他向我保证过的可能，一套既保全了嫡母名分，又合乎人情伦理的完美回旋之法。只要老夫人点头，我就能光明正大的走到月儿身边去。前些日子我院里的人看见你跟月姐儿都在花园里，你为什么没有上前？原来我自以为隐秘的探望，早就在他的眼皮底下。那天我若多走一步，今日就绝不可能活着站在这里。老夫人说了，那是为他们好，我信老夫人。月儿娇嫩的皮肉被生生烫红了，才换来大夫人这一个时机。哪怕要把我逼疯，我也必须死死咬住这条唯一的生路。还算懂事，那就按你们太太说的办吧。
谢夫人出言相救。虽然有衣服隔着不会留疤，但到底是疼的，你不怪我就好。开口总要时机，寻不着就只能自己造。那盆烫伤月儿的热水根本不是下人疏忽，是他亲手造出来的时机。将来月姐儿要怪，就让她怪我吧。痛这一回，这一世我都不会让她再疼。我的两个，娘，妹妹刚刚喝了药，睡着了。娘，她……娘在，娘白天都会在这里陪着月儿。妹妹睡，娘不走。只要能留在这间院子里看着他们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得趟平了。这个月我在你这儿歇了10日了，母亲那边的气消了些，夫人也默许，以后我会慢慢补给你。补？怎么补？那个躲在暗处捅破我爹之死，差点要了我们母子的内鬼一日不除，这魏府就是个活地狱。虽然回不去以前半个月的光景，我知足了。那把捅破我爹之死，差点要了我们母子命的刀，还在魏府里悬着。那个内鬼一日不除，我怎么敢闭眼？你在害怕？你不必如此惶恐。大爷，我只是……天蓝，我跟夫人还在查。主君和大夫人不仅没有袖手旁观，甚至在联手排查。到底是谁把你爹的尸捅了出去？我与夫人将你院里、府里的旧人筛了一遍，可查来查去都没有头绪。连这府里最有权势的2个人联手排查，竟然都找不到丝毫破绽。这条盘踞在暗处的毒蛇到底有多深不可测？大爷，哪怕是一点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吗？完了，大人们都被这无头悬案困死了。那毒蛇下一次张口，月儿还有命活吗？最后谁也没想到，是月姐儿抓住了那个人。娘，吃药，月儿呼呼就不苦了。二小姐真是贴心，是妹妹你的福气。我病着，多亏姐姐日日来看我，还帮着照看月儿。我有秦姐姐，与世无争，是真心待我跟月儿的人。姨娘，大厨房刚送来的补参汤。娘，红红的，好吃。小馋猫。那碗汤是给许氏的，不能喝。我逗过他，抱过他，他叫过我姨娘。秦姨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可是大厨房送来的补参汤啊！许妹妹，这汤里有东西，这府里查不到头绪的内鬼，竟是他！妹妹，你听我说，不是，我不是，闭嘴！你闭嘴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看管在东厢房，没我的死命令，任何人不准靠近半步。许姨娘，这秦姨娘毕竟也是主子，我的话你听不懂吗？出了天大的事，我拿命顶着，给我压下去！春雨，你立刻去大夫人院里，把大夫人给我请过来，再去前院说一声，等魏前下旨，告诉他院里有急事找你。禀夫人，汤中被下了重剂量的砒霜。若没有被打掉，那口汤本来要喂进我月儿的嘴里。
许氏，这府里有规矩，会还你公道。在魏家，你再恨也不能动用私刑。敢伤你跟月儿，他总要付出代价。我要去问问他，到底为什么？我也有话要问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无论我如何查，都查不出你收买了许氏院里的谁。收买？我何时收买过人？我不过长了一双伶俐的耳朵，趁他们无心交谈时，偷偷听了去。夫人，你不懂吧？因为你们都不寂寞，寂寞的人啊，耳朵都长，恨不得连路过的蚂蚁都能听到。许妹妹，你是不是很心寒？你待我那么好，我却想害你。为什么？可你才寒了1天，我却已经寒了10几年。那年春光正好，老夫人突然唤了我去，问我觉得大少爷怎么样。我的心砰砰砰跳啊！大少爷那是松柏一样的人物，他房里还没有人，我要做他房里第一个人了。一张床上躺着，原来松柏也会脸红。我甜滋滋的想，老天爷对我真好，我什么都不求了。可好日子真短啊，他只来了2次，就说懂了。他说着什么君子慎色，懂了即可，不该沉迷，我就被彻底抛到了脑后。住口！吩咐休要胡言。大少爷，你还记得吗？18岁，像花朵一样鲜艳的秦碧珠，您肯定不记得了。您说我是色得肾，可他呢？他又是什么？夫人出身名门，是您的妻，我没资格恨。可许氏呢？她一样是妾，一样是色，您怎么就不慎了？您温柔的看她，您的夜晚有一半都是她的。我只得了您2夜，却每一个夜晚都在盼您的脚步声，这叫我怎么能不恨？我要把她赶出去，赶到您看不见的地方去。既然您不看我，那就谁都别看了。可我后悔了，月姐儿被抱走的时候，我突然就后悔了。那么乖，会软软的叫我秦碧珠，躺在我怀里的时候也不嫌弃我。大少爷，其实我早就不爱你了，我只是太寂寞了。这府里人人都当我是透明的，我就像院里栽的一盆景，没人在乎我还喘不喘气。月姐儿是鲜活的，可我没能让许氏走，却把她送进了夫人院子里。我把唯一能让我喘气的东西送走了，我后悔了。原来他的恶与毒，竟是源自这最极端的寂寞。后悔了就得补救。夫人说她忙不过来，需要有人帮忙照顾月姐儿。只要许氏这个亲娘死了，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反正你们怀疑谁，都不会怀疑我这个不算人的人。我杀了他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府里容不下你了，你收拾收拾，去庄子上闭门思过吧。不用了，这辈子我已经被关够了，不想再换个地方坐牢了。这药发作的好快。护着姨娘。许妹妹，我要走了。他连死都还要把对我的怨毒发泄干净。可你也别得意。你以为夫人就没有恨吗？你们之间不过早早晚晚的事儿。他怎么能如此平静？秦碧珠拿命砸出来的恶咒，竟撕不开他面具的一道裂痕。别看。
该知道的，这一生我就是被当个器物在用。可月姐儿长大后，我在她心里是个坏人了。没气儿了，秦碧说没气儿了。那个前几日还抱着月儿笑的女人，就这样没了一点声息。这魏府的规矩，转眼就能吃掉一个人。这么污糟的事，不要污了孩子们的耳朵。就当他是病逝的，找个地方葬了吧。大夫人发了话，就当秦姨娘是突发疾病没的。按魏家规矩，妾室连祖坟的地界都进不去，只能扔到城外挤作一团的妾室营地。快别碎嘴了，主君竟破例在这灵峰山寻了块单独的地方，没见他在那儿站了半个时辰了。秦碧珠，下辈子别再遇到我了。这魏府的规矩，连死人的痕迹都能瞬间抹平。主君这一句告别，就是对他这一生唯一的交代了。天蓝，若是今日的我不会纳他。可当年我才18岁，18岁的少年只是遵长辈的令，学了一件身边人都会学的事。他有他的抱负，分不出心神去关心一个通房。秦碧珠死了，他误了一个人的一生，那么这些理由就不该再被说出口。你以为夫人就没有恨吗？你们之间不过早早晚晚的事儿。我告诉自己不能信秦姨娘挑拨的话。大夫人是个持身公正的主母，可秦姨娘用命留下的那句"夫人也有恨"，终究成了埋在这魏府平静表象下最致命的一根引线。姐姐，你翻页慢些，月儿也要看。这几年，我时刻防备着秦碧珠死前那句恶咒，可杨佩芝却是个持身公正的主母。燕哥儿和慧姐儿有的待遇，朝哥儿和月儿一样不落。妹妹，你现在是连正眼都不瞧你亲哥哥了。招哥哥笨，姐姐聪明。在这套无懈可击的规矩里，他们反倒长出了最难得的真情。曹哥哥，这篇赋你昨日就背得磕磕绊绊，今日必须背熟，绝不能落后于人。好大哥，我都背了一早上了，外头天气那么好，我都要闷坏了。爹爹，前些日子你答应带我们去马场见识见识的，今日就去吧，好不好嘛，爹爹？你这泼猴！好，今日便依你。燕儿平日里太闷了，今日能多笑笑也是好的。进马了，快护着少爷！娘，我是不是闯祸了？大哥的脸色好难看。这生死一瞬的本能选择，是一把最锋利的刀。它不仅扎碎了燕儿的心，更将这后宅的平静彻底撕烂。前院已经乱作一团，主君面色铁青，紧急请了城里最好的大夫。燕肝本就有心肺顽病，受此剧烈惊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母亲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父亲才不像爱超哥儿那样爱我。这药明明不是我喝，我竟觉得它苦到了骨头里，苦到连我这个既得利益者的母亲都不知该去怪谁。你以为夫人就没有恨吗？你们之间不过早早晚晚的事儿。
这10几年压抑的深恨，化作了这令人胆寒的死寂。它正顺着这道门缝，一点一点地漫出来了。这2个月，燕儿的身子调养好了，却越发不爱说话。魏府表面平静无波，可我知道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日日提心吊胆，静静地等着杨培之对我的恨意与报复降临。娘子，大爷的马出事了，他摔了马，你快去看看吧。金马？怎么又是金马？既然你来了，就由你照顾吧。我没等来他对我的报复，却等来送二嫂去礼佛回城重伤的魏乾。他看着亲夫命悬一线，为何能如此冷漠？全都退下，你也出去。官人应当知道吧？那匹马是我动的手脚。我不知道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夫人，这只会是一场意外。痛吗？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我的燕儿只会比你更痛。她是那么敏感的孩子，察觉到她的父亲不爱她，她不会怪你，只会怪她自己。我没有薄待你的孩子，你却将我的儿子伤害至此。今日过后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哪怕去跟南曲班子学习，就是演，你也得演出你如爱朝歌那般爱他。我没有不爱他，我不会让赵孩儿越过他分毫。这府里的钱和权，将来大半都是他的。我会把一生所学倾囊相照，让他坐稳当家人的位置。杨培之，我尽力了，我尽力把最好的都给他。可我也是人，人的心做不到一点点偏爱都没有。那时情况太危急，我的心容不得我做选择。是啊，你尽力了，可我最恨的就是你尽力了。你尽力了，世人就会赞你尊重发妻，情深义重。我若还有不满，就是我不修妇德。可凭什么？凭什么同样不爱对方，你还可以再遇新人，我却只能苦守着这座院子？更凭什么？明明我读书之时不输于你，却只能拿来打理你魏家的家业。他们夸你天纵英才，可他们知道吗？我比你更天赋卓绝。你书房里的卷宗我都看过，我全部都能处理，甚至比你处理的更好。姓魏的，你以为当初我为什么不跟你赴任？我只是不想再看着你在我想要的位置上熠风发了。我走不到身前，我就把我骄傲的都交给燕儿，她是我的根，是我的希望。可你却让她的心乱了。魏谦，你在救我的根！我的燕儿，我的慧姐，他们那么聪明啊！慧姐，我的慧姐，她那么聪明，她比燕哥更聪明，可我却不敢教她，我不敢教她读我读过的书。母亲，跟我走吧，让女儿告诉你我们的出路在哪里。那时的门分明关着，也没有下人通传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我是从窗子翻进来的。平日里被教养的最是娴静端庄的大小姐，竟然翻窗而入。她此刻的言行，竟比大夫人还要惊世骇俗。我察觉母亲这几天情绪极不对劲，我怕母亲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，便一直暗中守在外面。在麓山书院是天下闻名的学府，却很少人知道，在它的隔壁还有一间小小的只教女子的学堂。母亲可以去那里做夫子。我从未教过他读那些知识的书，他竟自己有眼睛去看，有耳朵去听，有脑子去学。他不仅敢想，他还敢做。我的慧姐儿，你学会了，那你就要跟我受一样的苦。那些女子学堂里的孩子也一样，学会了又能拿来干什么？这个勇敢的女子正在徒手撕开那张罩在所有女人头顶的巨网。母亲，出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我宁愿醒着疼，也不愿睡着被鱼肉。你相信我，跟我一起走吧。
我要带她走。身为当家主母，她竟要带着我的嫡长女离开魏府。成亲不久，我就知道，我跟她只能做相敬如宾的夫妻。我对她无意，她对我也没有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她拨开家主的体面，承认婚姻的错解。可我是敬重她的，作为一个主母，她近乎完美，却原来她并不想在那条路上完美。误解10几年，我该还她自由了。她竟真的愿意放下骄傲去成全夫人，可在这高墙大院里，夫人怎么可能轻易脱身？但我的自由并不是合理，若真合理，那只会断送慧姐儿的自由和前途。送燕哥去麓山书院读书，对外就说夫人和慧姐儿是去照顾她的。荒唐！又不是随夫君赴任，哪里有主母离家那么久的道理？此事我不准。长辈动怒，这也是家法的边缘。母亲可知，儿子坠马并非意外，是夫人动的手脚。反了！反了！他竟敢谋害家主！去，把那毒妇给我绑过来！今日我要动家法治他个不贤之罪。母亲想让整个魏家颜面扫地吗？大房的4个孩在夫人名下，燕哥更是满京称赞的麒麟儿。若真神就罚了他，燕哥的前途、惠美的名声，连同魏家100年的清誉，全都要给他陪葬。不如就借着送燕哥去麓山读书的名义，把他远远送走。这场惊世骇俗的出走，最终化作了深宅大院里一场极其现实的承诺。夫人得到了广阔天地，大爷保全了家族体面，老夫人重新掌家，可她年纪大了，我成了帮她理家的人。这偌大的魏府，终于不再是我随时会被碾碎的牢笼。姨娘，江南家集送来的密信。整封信没有半句寒暄与叙旧，他竟要我在朝堂上帮他吹起一阵风。许是，那麓山旁的女子书院实为京中贵女安平公主所建。此时的京城已不是以前的京城，皇后娘娘亲自组建了女学，风华公主更是声名远播，隐隐快要站上朝堂。这上面写着的，竟全是那些曾经被困在深宅大院里的女人，她们竟正在外面的世界里翻云覆雨。我需要魏钱帮一把，在朝堂上吹一吹开女子恩科的风。但你绝不要告诉魏钱是我拜托的，你需另找一个理由去劝他。夫人太懂大爷了，若是前妻所托，大爷出于文官戒备，未必肯尽全力。可若由我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吹枕边风，这事便能成。只要你事成，我便请贵人出手，将你从罪臣许嵩的宗族彻底脱离出来，归入你王母的宗族，然后再让你名正言顺地成为魏夫人，脱离那个卖掉我毁我半生的生父，做堂堂正正的魏家主母。这是夫人给我的终极尊严，这是一场何等高明的利益交换。许婷兰，若当年世道给女子这种机会，你还会选择魏钱的床榻吗？我感激并真真切切地爱着大爷，可夫人说的对，若当年真有另一条路，许婷兰更想要的，也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恩科，而不是在黑夜里把自己剥光塞进男人的床。怎么这般急躁？我想求大爷在朝堂上吹一吹开女子恩科的风。这是前朝的大事，你久居内宅，为何突然关心起这个？我不懂前朝，我只懂我是个母亲。燕哥儿有麓山书院，朝哥儿有钱院先生，可慧姐儿和月姐儿呢？我求大爷发力，只是想让您的女儿们将来能多走一条路。我知道了，为了他们，我会去做。劝服他并不难，他是个古板的文官，但更是慧姐儿和月姐儿的父亲。夫人不愿联系家里，但慧姐儿经常寄信回来。大夫人在外头冲锋陷战，女子恩科的风终于吹出了实质的波澜。姨娘，二小姐如今识的字可比奴婢还要多呢。慧姐儿来信，母亲和姐姐不在家，他们是在忙什么啊？怎么都不回来看看我？他们啊，是在帮月姐儿铺路，帮很多很多月姐儿铺更宽更广的路。老夫人，大爷，大夫人，不是杨大人回来了。什么杨大人？她是我魏家的媳妇。
这几年京城变了天，安平公主与风华公主光明正大的站上朝堂争权，夫人如今已是堂堂礼部侍郎。杨佩芝，你这身打扮回府是想做什么？我来找魏大人谈一谈和离。和离？你做梦！我魏家休了你这抛头露面的毒妇还差不多。老太君，本官乃朝廷命官，与魏前同级。你若再出言辱骂朝廷命官，休怪本官依律论处。你已是礼部侍郎，得到了你想要的天地，为何非要用和离来踩魏家的脸面？这天地是我自己挣来的，不是魏家赏的。魏前签字。燕儿是魏家长孙，慧姐儿是魏家嫡女，你若和离，便与他们再无瓜葛。你真舍得下你的骨肉？谁说他们要留在魏家？我不仅要和离，还要带走慧姐儿和燕儿，并且从今往后，他们改姓杨。改姓杨？你做梦！我魏家百年情谊，绝容不下你这般倒行逆施。那我们就去顺天府的公堂上，好好论一论这大义。就算把官司打到御前，我也绝不可能让你带走我魏家的苦肉。自古宗法，子归父家。杨大人此举是置天地纲常于不顾。燕儿的血是本官所受，慧儿的胆识本官所教。本官10月怀胎孕育的骨血，为何只能困死在你们这吃人的纲常里？简直荒唐！女官竟敢公开与夫家争夺子嗣，成何体统？本官今日就是要争。姨娘，外头彻底乱套了。杨大人跟大爷的官司打得满城风雨，如今京里好多大户人家的贵女，竟都学着杨大人的模样，递了状书要求和离夺子。这不再是一场家宅内斗，杨佩芝是用她自己硬生生把这铁铸的世道撞出了一个大窟窿。可对我们这些女子而言，只要敢打，总比一辈子跪着认输要好。娘，大娘赢了，顺天府判了大娘带走大哥和大姐。 18岁的许听兰，为了活命，只能爬上男人的床头。那是我吃过的苦，受过的屈辱，也是旧时代留给我的唯一出路。但从今往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岁月悠悠，我仿佛看见我的月姐儿也将走在康庄大道上。